刚躺进医院的病床，一阵喇叭声突然响起：欢迎来到鬼畜医院，请遵循以下规则：一、你们接下来要完成5个科室的考验，失败者将被淹死在福尔马林中。2、请不要伤害科室内的医生，否则将当场死亡。3、不要戴医生递过来的口罩。4、只有全部项目完成之后，才能活着离开医院。目前存活人数20人，生存游戏正式开始，请前往2楼迎接第1个科室的考验。话音刚落，病房的房门自动打开，我带着疑惑和不解缓缓走上2楼。此时2楼狭窄的走廊里已经挤满了人，每个人的神情都有些慌张。走廊上方挂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病毒检验与防疫科。这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护士走了出来。各位病人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第1科室。众所周知，病毒的检验与防疫是医学中最重要的事。我身后有2款疫苗，左边为蓝色疫苗，右边为红色疫苗。请注意，大家要选择出正确的疫苗，打到正确的位置上。每个人限时1分钟。帅哥，你先来吧。女护士抬手指了指一位年轻的小伙子，小伙害怕走上前，对于2款疫苗的选择也是十分纠结。眼看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分钟，女护士凶狠地催促道：想好了吗？要不然我来帮你选吧。此时的小伙早已汗流浃背，声音有点发颤。我选蓝色，蓝色是我的幸运色。女护士立即拿起一支蓝色的疫苗给小伙递了过去。请你自己注射疫苗。小伙咬紧牙关，猛地朝自己的大腿扎了下去。此时走廊里的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小伙的结果，可疫苗注射进身体后仅仅过了3秒，小伙立马浑身抽搐起来，甚至来不及呼救便倒地不起。然而女护士却哈哈大笑起来：嘻嘻，真好玩，你选错了，下一个。接着他伸手指向另一位女子，女子走上前对着女护士小声地说道：我选择红色。因为按着正常的逻辑，现在大家都会默认蓝色的疫苗是错误的，红色疫苗才是安全的，所以女子的选择也是大部分人的想法。女子算是有点常识，接过疫苗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咬牙注射进了自己的手臂。就在大家以为女孩的选择是正确时，女孩刚走出一步，身体突然僵住，接着身体同样抽搐起来。女孩也选错了。此时的众人全都陷入懵逼的状态，因为2人的惨状表明蓝色不对，红色疫苗也不对，该怎样做才能顺利通过呢？就在大家沉思之时，女护士再次开始了点人，这一次竟然点到了我。待我走到跟前，女护士笑嘻嘻地问道：你选蓝色还是红色？我选蓝色。女护士将蓝色的疫苗递了过来。好的，请你自己注射疫苗。就在我准备放手一搏时，抬眼间我注意到了疫苗后面的墙上有2个大字，蓝色疫苗后边的是左，红色疫苗的后面是右。而前边的2人用付出生命的代价告诉我们，2种疫苗好像都是错误的，但是他们注射的部位并不同。第一位小伙选择的是蓝色但注射的右腿，第2位女子选择的是红色却注射的是左臂，也就是说疫苗的选择并不重要。正如女护士所说，要把正确的疫苗打到正确的位置才是关键。蓝色疫苗对应的是左，要打在左手或者左腿上；红色疫苗对应的是右，要打在右手或者右腿上。想到这儿，我立马将蓝色疫苗冲着我的左手打了进去。之后我紧闭双眼，期盼着我的分析是正确的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时间过去了5秒钟，我还活着，我选对了。这时女护士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恭喜你，顺利通过。有了我的前车之鉴，后边的人都开始照抄起来，做跟我同样的选择，扎同样的部位。几分钟的时间，大家便顺利通过了这关。这时喇叭声再次响起：恭喜你们过关，目前存活人数18人，生存游戏挑战升级，请前往3楼迎接放射科室的考验。刚躺进医院的病床，一阵喇叭声突然响起：欢迎来到鬼畜医院，请遵循以下规则。3楼的空间明显比2楼宽敞了不少，在正中央，一台硕大的机器矗立着，旁边站着一位男护士。当他见到我们时，笑嘻嘻地说起了规则。想必各位都做过 CT， 这一轮的考验十分简单。我身旁是一台新型放射机，它能够放射出温度高达500度的激光，只要诸位能在这激光的照射下坚持30秒，就算过关。听到这里，在场的10几号人立马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。别说是500度，哪怕是被100度的开水烫一下，皮肤都会瞬间掉层皮，更何况是500度，这简直就是让大家去送死啊！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，身子不自觉地往后缩，生怕被男护士第一个知道。请大家保持安静，不要喧哗，不要乱动。考验正式开始，下面开始点名，请听到名字的人依次进行挑战。如果听到名字不出来者嘎。果然我们的心思早已被男护士看穿，这次竟然换成了点名。男护士高声说道：第一位，坤坤，请到放射机内接受检查。什么？人群中听到自己名字的小伙惊声喊道，身体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可男护士根本没给小伙多余思考的时间，再次催促道：请坤坤到放射机内接受检查。小伙这才回过神来，鼓起勇气走进了机器中。随着机器门缓缓关闭，一阵刺耳的机械运转声骤然响起，30秒的倒计时也开始跳动。当那道激光渐渐靠近，小伙吓得大声尖叫：救命呀！好热，
然而男护士丝毫没有理会小伙，反而笑得更加肆意。只见那道激光缓缓扫过小伙的全身，小伙的身体瞬间化作成焦炭，整个3楼的大厅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烧焦味，众人全都被眼前这恐怖的景象吓呆了。可男护士却依旧笑嘻嘻地喊道：“坤坤 out， 有请第2位张漂亮到放射机接受检查。”可这次男护士喊完名字许久，人群中都不见张漂亮的身影。只见男护士再次喊了一声：“请张漂亮到放射机接受检查。”人群中依旧不见有人站出来。男护士轻轻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宣布，张漂亮 out。”接着人群中一个女人应声倒地，看来这个女人妄图挑战权威，坚持不站出来，可下场依旧是死。接着男护士继续开始点名：“下一位雷小燕，请到放射机接受检查。”有了张漂亮的惨死警示，李小燕这次主动了许多，没有丝毫犹豫地走进了机器。随着倒计时开始，那道炽热的激光再次缓缓袭来，李小燕迅速挪动身体试图躲闪过去，可下一秒激光射线迅速变粗，一阵惨叫声再次传来。看到李小燕的死状，我吓得双腿发软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女孩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：“你好，我叫青青，我想我们可以合作一下。”“你好，我叫酱汁，什么合作？”“第1关的时候多亏你找对了方法，我们才得以通过，而正好我知道这关的通关方法。”“什么方法？”与此同时，男护士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：“下一位，请青青到放射机内接受检查。”青青对我比了个静音的手势，说道：“不要乱动。”接着他缓缓走进了机器，随着一阵机器运转声，30秒倒计时开始跳动。只见青青闭上眼，仿佛坦然面对一般，任由激光缓缓扫过自己的身体。随着倒计时结束，青青竟然成功通关了。不知情的众人开始议论纷纷：“为什么？他怎么过关的？”“谁知道呢？靠的运气嘛。”而只有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。男护士继续点名：“下一位小美，下一位宋宝宝。”陆陆续续进去了好几位，有的人模仿青青成功过了关，但有的人依旧变成了黑炭。下一位酱汁。终于到我了，我走进机器，同样和青青一般紧闭双眼，伴随着倒计时开始，一阵炽热的激光扫过我的腿部。激光虽然炽热，但身体还算能够承受。而通关的奥秘就在这里。男护士在点名前说过，要保持安静，不要乱动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大家按照要求去做，激光的温度刚好是人体能够承受的极限，只要大家一有动作或者发出声音，温度就会迅速飙升到500度。其实通关的秘密就藏在男护士的话中，只不过大家在面对高温的恐惧时，不是忘掉这句话，就是忍不住的大喊或者躲避，所以就会触犯规则。倒计时结束，我通关成功，再次见到了青青。你真厉害，我可以跟你合作。此时喇叭声音再次响起，目前存活人数13人，生存游戏挑战继续，请前往3楼迎接下一个科室的考验。生存游戏挑战继续，请前往3楼迎接下一个科室的考验。来到3楼，我发现这一层装饰比较独特，无论是墙壁上还是天花板上，都装着密密麻麻的管道。而大厅的正中央竖着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呼吸科3个大字。这时大厅里来了2位推着医护车的护士，医护车上分别装的是防毒面罩和瓶装水。此时喇叭声响起，欢迎大家来到呼吸科。在这场考验开始之前，我特地为你们准备了2种物资，你们有1分钟的时间补给，切记每个人只能选择1款物资，不选或者多选者嘎。话音刚落，人群中又开始议论纷纷起来，因为根据前2轮的经验，这2种物资必定直接关系到大家的生死，所以大家对于这个选择都比较纠结，我也是如此。小声的询问青青，防毒面罩和矿泉水，我们选择什么？青青则冷静地分析道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一关是呼吸科，肯定要选择与其相关的防毒面罩，胜算更大一些。可是什么？我疑惑地问道。我觉得这一关并不是只有选择这么简单，但好在我们是2个人，这样吧，我们一人选择1样东西，这样一来我们的胜算更大一些。好，那就听你的。于是在1分钟倒计时结束后，我和青青各自拿了一个防毒面罩和1瓶水，而在场的大部分人考虑到呼吸科的因素，大多都选择了防毒面罩，仅有少部分口渴的人选择了矿泉水。随着2名护士的撤离，喇叭声再次响起，看来大家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，下面进行人体毒气测试。话音刚落，墙壁上管子开始喷射毒气，接着天花板上的管子也喷射起来，整个大厅瞬间变得烟雾缭绕，10几号人被呛得开始咳嗽起来。几个选择防毒面罩的人开始庆幸，原来这一关是毒气考验，我就知道防毒面罩最有用，幸好选对了。说完他们就把面罩戴在脸上，我拿起手中的防毒面罩，然后看向青青。青青，怎么办？我们只有1个面罩。青青则比较淡定，先别着急，你看防毒面罩有些不对劲。我转头看向刚才那几位戴面罩的人，发现他们一个个表情变得狰狞起来，像是挣扎着想要极力摘下面罩，可面罩就像是狗皮膏药般死死地贴在他们的脸上。不一会，那几个人便倒地不起。看到这一幕，人群开始变得杂乱起来，吓得很多人把手中的防毒面罩直接扔在地上，不敢再戴。我问青青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青青看了一眼我手中的防毒面罩，沉思一会说道，你还记不记得总规则里说过，不要戴医生递过来的口罩？
而防毒面罩是属于口罩的一种，所以一旦戴上就无法摘下来。并且你看，这防毒面罩是没有换气孔的，他们是被活活憋死的。原来是这样，可是这一关该怎么通过呢？此时大厅里的毒雾越来越浓，有人认为那瓶矿泉水是解药，便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。可是不一会，还是倒在了毒雾中。既然这瓶水不是解药，那只能这样做了。说着，轻轻撕下一部分衣服，然后倒上矿泉水充当湿毛巾。无论是什么有毒气体，只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，都可以尽量减少毒气的摄入。或许这样我们可以扛到毒雾结束。听完，我也赶紧撕下衣服，倒上矿泉水捂住了口鼻，而剩余的众人也纷纷效仿起来。有水的倒水，没有水的直接用尿，毕竟保命要紧。终于在我们将要到达人体承受极限时，毒气停止了喷射，毒雾也缓缓散去，喇叭声再次响起。恭喜你们成功通过呼吸科的考验，目前存活人数9人，生存游戏挑战继续，请前往4楼迎接下一科室的考验。生存游戏挑战继续，请前往5楼迎接下一个科室的考验。相比于其他楼层，5楼有些昏暗，头顶上的吊灯好像也有问题，在一直不停地闪烁着，而墙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蜘蛛网，像是已经很久都没人来过了。大厅的正中央有一座石桥，石桥下面则是浓稠的酸液，看着非常瘆人。就在众人对此次关卡疑惑之际，刺耳的喇叭声再次响起。欢迎大家来到血液科，这一关的考验十分简单，只要你们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到达桥对面，就算过关。但是你们的血液则是他们最喜欢的食物，请大家做好防护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再做出行动。我宣布，5分钟倒计时现在开始。他们指的是什么？就在众人一脸懵逼的时候，一个人喊道：“快看上面！”我们这才发现，一只只毒蛛吊着蛛丝从天花板上落了下来。它们的体型不仅超出普通蜘蛛的好几倍，嘴上还长着锋利的獠牙，看着十分吓人。原来它们就是指的这些毒蛛。这些毒蛛缓缓降落，正好悬停在石桥上方的位置，像是这座桥梁的守护员。人群中有人喊道：“趁着他们还没行动，我们赶紧跑过去。”可谁也没想到，一个人刚踏上石桥，一只毒蛛突然以闪电般的速度咬住那个人，那人疼得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，没一会的功夫就被毒蛛吸干了血液。前方剧情比较吓人，建议和你对象一起看，如果没有对象没关系，你可以试一试牵手，再牵手不怕提要求，要求越多，帮你找得越准。变成了一具干尸，这一幕彻底把众人吓傻了，众人再也不敢贸然行动。眼看时间只剩下3分钟，又有人站出来说道：“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。我发现这些毒株都是吊在半空的，那就说明它们不会到地面上来，也许趴在地上爬行能通过去。”说完，他就率先向前测试。果然，一开始的时候，毒株并没有直接攻击他，可是刚往前挪动了一个身位的位置，他不知是触发了什么机关，突然一只毒株直接扑到他的脸上。几秒后，那个人也变成了一具干尸。眼看匍匐前进的方法失败，有人开始失去耐心。我去，这也不行！难道这关真的无解吗？我跟你们这些畜生拼了！说着，他拿起一旁的扫把便冲了过去，准备和这些毒株硬刚。可他也为他盲目冲动的行为付出了代价，结果被几只毒株围殴，最后连尸体都没有剩下。眼看时间又过去了1分钟，大家都有点着急。怎么办呀？难道我们等死吗？如果说桥上行不通，那说明我们可以走水路，水路肯定是安全的。好像有道理。话落，这两人便冲进了桥下的酸液里，可刚跳下去，他们就后悔了，因为酸液迅速将他们的身体腐蚀，他们只能拼命地挣扎呼喊，可如今谁也救不了他们，他们只能看着自己被酸液无情地腐蚀掉。眼看时间所剩无几，我也有些沉不住气，打算鼓起勇气和这些毒株殊死一搏，却被一旁的女孩抓住了手臂。等一下，这样是过不去的，我们要等灯灭了再行动。我身旁的青青瞬间恍然大悟，我明白了，这些毒株与普通的蜘蛛不同，它们的视线有问题，它们无法在黑暗中看清猎物，所以只能在有光的时候行动，并且通过前几人的死状来看，这些毒株好像只会攻击会动的物体，怪不得这里的灯光忽暗忽明，原来通关的诀窍就在这。眼看时间只剩下1分钟，于是我们3人立马跑到桥上，灯光闪烁的频率大概是1秒半，我们3人一边默念一边前行，只要灯光一黑，我们就前进，只要灯光一亮，我们就停在原地不动。在倒计时将要结束之前，我们3人终于顺利地到达了桥对面。我也得知了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小美。就在我们3人庆幸之时，喇叭声再次响起。恭喜你们3位成功通过血液科的考验，请前往6楼迎接终极考验。只有顺利通过终极考验者，才可以活着离开医院。